真是惨淡啊！这是电影《火种》在10月16日上映第一天，北京各大影院的预售情况。可以看到，大部分场次都是空无一人，仅有限的2-3场有2个人够不到，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。周五晚上的晚场电影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这么大的场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没戏拍啊！你以为现在戏多啊？现在戏跟5、6年前不一样了。你现在看到的戏都是网络上的，你在电视上偶尔看到一个还不错的电视剧，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，对不对？我都已经觉得自己掉下一线了。以前人家求我来拍戏的时候，我可能都不一定接的，因为太忙了。到现在，我反而去求人家，人家也只是表面客套，但不一定会用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不拍戏了，你们也没有说错，说我没有戏拍是真的。我就一直跟他们说，杀鸡用什么牛刀，对不对？你杀鸡你就用鸡刀，我就是牛刀。是真的就没有遇到就是聊着聊着他就能开机的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大家一直在聊，也没有一个开机，也不是说人家说啊已经开机找别人了，也不是，他就开不了机，这是为什么？哎呀，现在的这个行业发展的趋势，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维度了。我大概有3、4年的时间的样子，一直没有戏拍，然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去试戏，一年几十个到几百个这样的试，不间断的试。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失去了信心，挺绝望了。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连意义这2个字都没有意义。经常作为一个宣传之后，我们经常要去做很多让自己蛮窘迫的宣传的这种方式，比如跳舞啊，录一些小视频啊，唱歌啊，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好像跟电影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。随着中国经济恶化，各行各业陷入萧条，中国影视行业项目也大量减少，导致大批演员处于长期待业状态，甚至是连1、2线演员为了谋生转拍短视频或者是直播带货，更有甚者还兼职送外卖、当保洁、街头卖艺、泰山陪爬。郑国林是不是缺钱了？没戏拍，缺钱了，所以就跑到景区去了。我缺钱吗？我缺钱，我只是小演员，我也是个普通人，我要生活，要养家。我家里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，我也不是什么富二代，我也什么没有背景，我也没有资源。我入这行，我是半路出家，我也不是专业的，我就靠着我自己，一机遇，二我自己努力。真的没有办法做全职演员，去送外卖或者是当服务员、做个保洁什么的，就让我的账户上只有2000块的盈余。的确需要关注，我需要工作，需要演戏的机会。之前拍戏的存款很快就消耗到每个月1万多的房贷中，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些钱都是逼我。交给导演、制片人还有选角老师，可以看到，其实我还在坚持。我其实就是随时都可以准备好回到拍摄现场。就在前几天，我接了一个艺人朋友的电话，大概那个时候已经晚上12点多了。电话那头就讲说，飞哥，我都1年多没有戏拍了耶，我现在都已经负债10几万了，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坚持得下去。说你别看我天天的我的朋友圈看的光鲜亮丽的，那也都是应酬而已。我身上的所有的行头，我穿的用的都是 A 货，我再这样没有戏拍下去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一晚上我们大概聊到了2、3个小时，那一晚我也失眠了。我做这个行业快10年了，看着目前的这个样子，看看身边的这些艺人朋友，我其实也挺难过的。有数据显示，2023年电视剧开机量同比下降超过30%，而横店的群演呢锐减超过40%。别说中年演员了，就算是一线明星，你也得面对戏少嫁接的现实。郑国林就曾坦言，我不是顶流，我也要养家糊口。念涛更别，穿着厚重的戏服，40度高温下连续表演，直到中暑晕倒。2018年限薪令出台以后，资本退潮，近万家影视机构关停。2020年开始，顶流演员垄断了有限的 S 级项目，从头部的影视公司到平台制自剧，都围着少数可带流量的演员转。而那些曾经靠着稳定配角维持曝光与收入的演员呢，则被一刀切地挤出了体系。曾有制片人说，现在剧组选角色就像是点外卖，要么选最贵的招牌菜，要么选特价菜，中间档很少有人要。他们看重的并不是能力，而是背后的流量和资本的力量。哪个新生代的男演员我最看好？没有啊，这个说不了。
这个看资源，跟个人没关系。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就从演技的，我们公认目前年轻一代易烊千玺的演技很棒，反正导演都是这么认为的，就是我不敢说所有导演，反正我接触的一些搞制作的，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。然后肯定有很多的影迷和粉丝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是易烊千玺能拿到的资源一般般，咱就不说人名了，比起跟他同档次的一些我们认为演技没有他好的一些演员，一些年轻演员，他资源算差的。好的戏并不是说我有实力我就能拿到这个角色的，就预期很高的一个大制作，那多少公司在竞争，明着竞争，就是你这戏我给你投钱，对吧？那暗地里还有一大堆暗地里的竞争。为什么回农村？为什么基本上要退出演艺圈了？不想卷了呗，也卷不动了，卷不过他们。包括这次被剧组换角，难过吗？失落吗？说真的，一点都不难过，也不失落，无所谓了。很多年前这种事也经历过很多啊，因为剧组它内部有很多事情是大家所不知道的。很多年前有一个戏，其实那个戏也并不大啊，有一个主演后来找到我以后呢，合同也签了，妆也定完了，然后进剧组就准备拍了。结果呢，到这个第3天还没拍的时候，剧组突然通知我说我被换掉了。哎，我说什么原因？没什么原因，就随便找个理由，就是要把你换掉。21年拍完最后一部戏，彻底被这个圈子的潜规则伤透了心，更不想违背做人的原则。我妈今年50多了，还在为生活奔波，我却无能为力。于是我果断选择转行，从零做起，选择新的行业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演员没有戏拍的时候都在靠什么搞事业。其实娱乐圈的生存法则远比你想象中的更加丰富。以前总是放不下面子，不好意思毛遂自荐，给自己争取机会，错过了很多机遇。直到后来才发现，想要混得好，一定要学会不要脸。中戏毕业，曾经是吴奇隆旗下签约艺人，放弃北漂来长沙改行摆摊卖手打柠檬茶。大家好，我是桑一华，一个出生在河南农村的小伙。10年前，我和许多人一样，怀揣着演员梦，签约到龙哥公司时，我以为自己能成为第2个吴奇隆。但那些等待被选择的日子，就像被装在密封罐里的柠檬，酸涩又压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阳光照拂。既然在演艺道路上暂时遇不到属于我们的剧本，那我为何不书写新的篇章？大家好，我是38岁已经7个月没拍戏的北漂男演员周瑞。今天我算是捅了失业演员窝了。多少天没拍戏了？60多天吧。你多少天没拍了？100多天了。58天，60天。你多长时间没拍戏了呀？7个月吧。一群休假中的演员朋友们来家里吃饭，美其名曰休假，其实是没接到戏。有戏拍，谁愿意休假呀？你可别小瞧他们，他们可个个都是中戏、北电这些世界顶尖的艺术院校毕业的。但即便是中戏、北电的专业演员，如今也徘徊在18线北漂演员行列。周瑞说，中国演员圈基本有5个阶层，第一个阶层就是有2拨人，一种是会演戏的演员，一种是不会演戏的流量演员。他们承包了一部戏的男女1号和2号。接下来呢，这第2个阶层是每部戏都能够演上男3、男4，走在大街上都能被认出来，但绝对叫不出名字的演员。这第3层呢，就是热播电视剧里总有那么几集有他出现，但很快就离开了人世了。这在行业里叫做大特约。这些人呢，常年在北京跑组面试，也叫北漂演员。这第4层呢是横漂，他们更辛苦，每天周转于横店大大小小剧组。这第5层就是群演，他们不只是整天风吹日晒，还会随时挨骂，1个小时10几块钱，还要被工会扣成，这就是行业的基本潜规则。一时间，大陆演艺圈的潜规则再次引发讨论，有人同情，有人无奈，但更多人提到了于朦胧。网友说，于朦胧连命都被人给玩没了，影视寒冬算什么？冷血无情的地方，结束掉最好。那说的更明白点，其实就是被红2代、红3代有钱资本家当玩物，甚至被虐。一位网友写道，事业总比没命好，被强奸、被车祸、被虐、被血祭，莫名其妙的消失掉，甚至抹杀你存在人世间的事实。还有不少人说呢，于朦胧案一日不破解，一日都会抵制内娱。请不要责怪大家心狠，
只是想好好的保护你们。于朦胧事件要是没有公开，没有公道，没人敢支持，因为大家害怕自己支持的明星一样遇害。其次呢，大家生活节奏快，你那种拖拖拉拉的影视作品，人家没时间看。其次就是经济差，大家得找活路，没时间享受。大家都知道是影视寒冬，但到底寒到什么程度，其实很多人还不了解。就比如以现在播的电视剧为例，你看最近播的这些剧，除了赵露思的《徐州要演》是个爆剧，剩下的现在播的，你比如说《以笑随歌》呀、《入青云》啊、《艳遇永安》呀，包括于和伟老师的《沉默的荣耀》啊，其实播的都不是特别理想。电影方面也一样，你看今年的这个国庆档，总票房加起来18亿出头，跟10年前的水平基本上是持平的。就整个电影的大盘，接下来的平台会对长剧会大幅度的缩水，因为平台都没钱了，播的数据又不好，所以接下来的长剧可能会越来越少。长剧在一个制作也大嘛，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很多2线明星或者3线明星基本上都没戏拍了。没有戏拍的时候，真不知道自己能干嘛，没有收入啊，生活很难在北京坚持下去。点餐的时候，你都会真的会犹豫要不要加份肉什么的。我其实没有说特别想红啊、往火、受大家关注啊，都是为了想演戏嘛，也希望大家喜欢说你戏好，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就是可能要先获得市场和环境上的一些认可和关注，你可能才能演到一些更好的戏，你更想演的角色。现在哪有戏拍啊？现在各路人马都闲着呢，现在身边的演员都闲着呢，演员都闲着呢，人家都没戏拍了。要有戏拍的话，我还能出来。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，神隐许久的舒畅再度活跃在网络上时，竟不是带来新的影视作品，而是当起了带货主播。畅也拿出了拍戏时的干劲，一口气连播10小时，熬红了眼，依旧在火力推销。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，我在送外卖之前内心都经历过哪些。其实那不是一瞬间的决定，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。首先面对的就是最直接的生活压力，没戏拍就意味着没有收入，负债欠人钱的滋味让我睡不踏实，每天都活在焦虑中。演员这个职业带给我的偶像包袱在生存面前变得不值一提，但比经济压力更重的是内心的那种落差。最难受的就是面子问题，一开始也没敢告诉家人，怕被同学、同事、朋友看到，也怕被自己喜欢的女孩知道会印象一落千丈，自己还挠不过，万一碰到熟人就谎称自己是为了角色体验生活。其实追根溯源还是怕被别人看成是失败者，那种纠结不是简单的放下面子，而是你在跟自己过去的身份和努力做一次了断。于新斌说，对他来说呢，最大的恐惧就是担心送外卖的决定让他离表演、离演员这个职业越来越远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当他真正跨出了那一步以后呢，反而很多东西都更加清晰了，不仅是内心平静了，脑子安静了，这个过程呢，他还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意义。所以呢，那段送外卖的日子对他来说不是一段弯路，更不是一种坠落，是他人生里一次非常重要的落地，让他从飘在半空的幻想落到了坚实的地面上，让他明白了靠自己力气挣一口饭吃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尊严。生活有时候逼人换一个赛道，但是只要你还在向前跑，有方向，那份为了努力，那份为了生活而努力的本身，就是最真实的剧本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